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美中的关系哦，卢比欧自称对中国一直都很友好哦。过去呢是反华急先锋，现在转为务实了吗？卢比欧说归根究底啊，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是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哦。他们必须要跟中国保持关系，跟中国打交道，甚至呢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那分析就说了，随着川习跟这关系友好，现在卢比欧对中国态度呢也趋向转向务实了。那现在还有国际专家就点出说，川普政府2.0的对华战略已经从1.0的抗中现在转为避战，那寻求势力均衡。那再看到现在美国 AI 晶片硬刚中国的胜率是0吗？美国的众议院提案 AI 晶片比照这个军售来做监管。那现在彭博报道说，在川普的政府准备批准辉达 H200的这个处理器这个出口到中国之际美共和党的众议员在19号提出了人工智慧看守法案，寻求这个 AI 晶片出售中国等相关国家时，要比照军售，要通过国会的监督。好，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大卖空了？现在大卖空的本尊这个贝瑞出来讲话了，他说美国 AI 发展押宝 NVIDIA 晶片注定会输给中国大陆注定会是输家。他甚至贴出了一张这个图片，以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来作为图表，显示中国在2024年已经安装的发电能量是美国的2倍多，光发电量就2倍多了所以他认为说，美国的企业必须要舍弃吃电越来越凶的晶片，转向这个特殊应用的基体电路晶片。好，那对比现在呢？摩尔线程发布了第一代的这个 GPU 架构花岗算力密度呢提升50%，效能更可怕，提升10倍提升10倍出来。那现在包括了他们的董事长就是说了，花岗在图形上也有突破拥有全新一代 AI 生成的这个渲染架构已经第2代的光线追踪硬体加速引擎。那摩尔线程现在发布华山跟庐山的晶片，产品将在明年亮相主打说 AI 推理训练一体、高性能的图形渲染场景以及长江智慧的系统晶片。那华山晶片呢还可以超过10万卡级的 AI 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庐山晶片还有 AI 的计算加速引擎。好，那现在看除了这个晶片之外呢，记忆体的部分呢，中国国产的记忆体快闪记忆体的晶片不再是备胎2巨头现在要扩产了，技术不差1年。长江储存快闪记忆体的能量已经达到了1个月有16万片，那长兴的记忆体呢，产能更是高达了每个月有28万片这个晶圆。那现在已经转向说，要控量稳价，不再寻求的是低价抢市场。那在技术上呢，长江储存已经发布了300层堆叠的快闪记忆体的产品。那长兴11月底呢，也发布了8000赫兹的这个 DDR5的产品。被认为是跟3星厂商技术已经不到1年了，所以越追越近。那现在中美6G 的差距在哪里呢？现在川普向官员发布赢得6G 竞赛的备忘录，但大家都说，会不会川普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是6G 呢？因为川普向国务院国防部运输部能源部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的说，我们要赢得这些这个6G 竞赛的备忘录，但备忘录却指出说，本届政府已经研究多个频谱在评估不削弱相关的这个频段的承担的国安的任务前提之下呢，哪些联邦频谱可以重新分配商业用途来推动6G 的发展？但是川普在电视的演说当中提到说6G 可以拿来干嘛？是用来别人的皮肤看得更清楚吗？这番言论呢，也意味着他把6G 解读成萤幕解析度 8K 之类的概念所以可能川普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嘛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抢占全球6G 的商机展现自主研发能力。现在创远信科发布了6G 的测试新平台创远信科呢近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平台面向6G 的 MIMO 端到端的测试平台，那被视为是被誉为是6G 研发的钥匙所以看来中美之间的6G 差距在这张画面上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一下卢比欧态度大转变了？卢比欧对中国一直很友好，友好到被人家制裁，
对，这也蛮厉害的。那当然，因为他老板现在转弯了嘛，所以他就跟着他老板转弯嘛。那问题是，他光用嘴巴讲，恐怕中国大陆还是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我认为他要再进中国大陆的机会是很低的。哦，他这样还进不了。我觉得不会，中国大陆不太会相信他讲的话。是，所以我看卢比欧恐怕未来也不太容易进到中国大陆。但是美国很明显的，川普现在他的策略改变。他之前在关税战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就施压到后来发觉他压不住，而且中国大陆反过来去扼住他的咽喉，就是稀土啊这些大豆啊这些东西。他发觉跟中国大陆继续这样对抗下去，其实对美国没有好处。是，那川普这个商人就赶快转向，就既然我压不住你，我就承认你是个可敬的对手，就重新开始跟你展开友好合作关系。这就是川普现在的作为。所以美国现在就是不再在表面上把中国大陆当敌人，可是私底下呢还是一样。他私底下当然是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还是有机会要强力的去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只是不是在台面上这样做而已。那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未来大概就是 AI 的竞逐。那 AI 这个战场，全世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那可是美国现在就面临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也就是 AI 的这些算力都构筑在你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对，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可是美国现在在构建基础设施，在建立电力发展系统上面，远远落后给中国大陆。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对，所以。现在虽然川普上来之后，他把所有的环保啊这些东西全部甩在一边了，不管了，就管他了，我就是要大量建核能电厂，大量建火力发电厂，管他的。因为川普向来认为什么全球暖化根本是鬼扯，他不相信这个东西，他不相信绿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问题是，川普能够一直当下去吗？川普不过也只能当4年总统。那川普一旦卸任之后，美国的政策会不会又再度转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度转弯。因为其实川普马上已经要面临危机了，因为最近可能就要宣布，也就是这个他们的大法官可能会直接宣布他这个关税是违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很多政策都要面临重挫。这一年他在忙什么呢？是，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明年开始他的作风可能会开始趋向保守，因为明年有期中选举，他如果期中选举大败的话，就直接就被打回原形了。所以他必须要去保住他的选举，所以他可能很多过去比较夸张的作风就开始内缩。那在这样的状况下，美国的能源建构恐怕速度会更慢。那如果你能源建构速度慢的话，你就算空有算力惊人的晶片也没有用啊，因为你整体算力就是构筑不起来。对，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自己在技术上还是落后给美国，所以他不断的在追赶，用尽各种方式。那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我如果按照美国的那条路走，我永远跟在你后面，永远看你的车尾灯。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另辟蹊径，看从其他的方向，我跨越其他的思维，看看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些成绩出来。目前看起来是获得了一部分成绩，但是是不是就这样能够这个到最后在这场竞赛中胜出呢？目前还有待观察。那导致6G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早就预先在做准备，川普还搞不清状况哦。是因为川普不懂是很正常的啊，他连本来就是要给那个美军士兵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他都直接把他说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是对啊，所以这个人就是在乱扯一通，但是他不懂其实不重要，他的幕僚懂就好。那在6G这个战场上，其实目前全世界公认是中国大陆已经占取先机了，因为他之前就在发展。实际上，美国之前为什么一直打华为，就是很怕中国大陆在这一块超越他们。但是现在华为它压不住，那美国自己本身又面临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战争，美国看起来正在开始要呈现落后的态势，那就看美国人有没有办法把整个体制改造，再重新追上来。好，请教李教授。对，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他同时兼国安顾问卢比欧，他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说法啊，包括对中国大陆的说法，当然是比较友善跟务实啊，但这也不足为奇哈，因为他一切以川普的意志为意志，这是美国目前川普以下的所有的团队，从国安到经济团队一致的特色，就是奉总统的意志为一个依归了，跟着总统的指挥棒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过去的卢比欧不是如此，因为卢比欧是来自于这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最早期在佛罗里达州的州的这个众议院，也当过州的众议院的议长。是。后来从2011年之后呢，到了联邦的层级，联邦参议员，一直做到2025年目前才进入到川普2.0的这个团队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过去这至少10年的期间，他对中国大陆其实不假辞色的。这种抗中的旗帜鲜明啊，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还是跟人权相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包括像是香港、新疆方面的议题，他都站在非常前面。是。第二个是对台湾议题支持台湾啊，就是那个保护台湾，他说不要被中国大陆侵略。那第三个议题其实是在经济跟科技方面。早在川普1.0啊，当时有所谓的脱钩之前。其实卢比欧是更早就提出说要去风险的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之一。那第四个啊，他一种提法，现在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他会区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他用这样的方法去对中国大陆施加很多压力。但是那是过去的参议员时期，联邦参议员时期的卢比欧，那现在完全不是。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大反转呢。大翻转啦、而且上个礼拜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其实他的口径跟现在卢比欧讲的非常相似，因为川普目前要的是这个，但是不代表美国没有在意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有，其实是非常有感的，是眼中脑海里就是中国大陆的挑战，所以说其实当然不止6G 啦。包括过去我们所探讨的这个在稀土关键矿产，美国不是在成立全球的联盟吗？还有大家应该有印象，上个月下旬的时候，川普也有批了一个行政命令，名字叫做什么？创世纪任务，基本上就是 AI。他要结合官方跟民间结合美国的科技部、国家实验室，而且号召了我们所想到的所有的美国大公司，通通在这个网络里面做什么？要保有美国在 AI 的应用跟领先的程度，它的目标是如此，但是容不容易做到，其实有点困难的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在科技的竞争方面，其实它是永无止境嘛。我们刚刚讲那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大的联盟，基本上是要花很多的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它有个名称叫做这个 AI 版本的曼哈顿计划，有人用这样的称呼去形容它，这个所谓创世纪计划。什么是曼哈顿计划？就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在2战期间，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国当时集合所有最顶尖的物理学家，还有包括其他国际的支持，国家实验室在打造什么？打造所谓的原子弹，还要克敌制胜。但如今美中之间真正的较量的战场是科技，目前科技的核心也包括 AI。那美国希望能够胜出，维持它所谓的领先的地位，这要花非常非常大的经费跟资源，包括从自己做起，还要呢你要串联国际社会跟你比较接近的一些盟友，跟中国大陆做抗衡，对双方都是重大挑战。是好，请教舰长。我有时候觉得川普实在是可恶至极，讨厌他的要命。可是你听他有时候讲一句，这个人幼稚的好可爱哦。就是他今天形容这个6G啊，难道就是把皮肤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吗？是，他真是外行，但是讲这个话又讲到了男性的直觉。你想皮肤看清楚一点，你想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川普的这个大部分的心思。这个人真的是很可爱。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6G 这些东西差在哪里哦。其实它最主要的差异是一个基地台同时服务多少用户端。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打个手机电话，透过一个基地台，好比说跟主持人，你这样转过去，如果只有我们这2个人，这是一个线在这这一个基地台服务绝没问题吧？就是一个东西转过去，对不对？那你实在差的就是时间的 delay， 或是有一点点现在技术这么 delay 也感觉不到。但是如果它同时服务很多用户端呢？就是一个基地台服务很多用户端，它要如何解决，同时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基地台只在对我一个服务。好，那你想想这些用户端有多少？4G 的时候400个，5G 的时候开始是3000个，后来有一个5G Plus 是2万个。大家知不知道6G 多少？10万个。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基地台在这里我们这个101那里举办一个这个过年，哇，同时有个8万人在那，就这一个基地台，我可以把所有的人服务好的。那问你，它差在哪里？它就一个，它怎么做的？你去仔细想想，它如何去加密、解密、取样，
因为任何一个人讲话，像我这个讲话，你有个声波，你就看它是连续波，我给它取样，点，然后这些点取样送到用户端那里的时候，它再把你这个取样的连起来啊，取样你想想看，这其实取样在物理学上已经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同时10万个是容易的事吗？你知道那后面的演算法如何做到，那个是多么的困难。当初华为在受访的时候，任正非就讲，人家说人家好多人说不用你这个华为的5G啊，那时候不是在限制吗？任正非那时候讲了一个，只要你用的能够比我便宜，而且可靠度更高，我完全没意见，你就去用。5G 如此，6G 更是如此。记住这些东西的差异，在它的演算法，就好像 TikTok， 为什么老美想要那个 TikTok？ 它的演算法背后的那个演算法不一样。这个通讯也是一样。那第二个，刚刚这个李教授有提到这个曼哈顿计划，这就是他们在做 DUV， 吧？中国现在最大的是不是就 DUV 你做不出来？结果做了一个曼哈顿计划，是政府推动，民间找了一个人在总负责，那个人就是任正非。然后他同时组织了全中国大陆10几个研究中心，几个大的企业，上几千个工程师一起在做这些事情。然后隔段时间，任正非就跟上面报告我们目前做到什么地步，然后他们在全世界挖角，他所挖角的就是从他的薪水、待遇、房子，以及现在找了100多个大学生去做一件事情，逆向工程，再造这个 DUV。然后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他造出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这里看到，现在美国是不是拦截航向中国的邮轮？因为川普封锁升级，现在美国呢拦截这个邮轮是委内瑞拉要送石油到中国，结果呢中途被扣了。大家看到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的部长证实，海岸防卫队在战争的部的协助之下呢，在加勒比海国家巴贝多以东拦截有一艘委内瑞拉的石油邮轮。那后来他也公布了这个影片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艘直升机直接盘旋在这个邮轮上空，不断的盘旋。好，那现在呢，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非制裁名单也要拦呢？现在美军强登委内瑞拉邮轮，现在美国直接说你根本就是海盗的行为嘛。好，认为说你这样子去查扣跟海盗有什么差别呢？那现在呢，美国跟委内瑞拉关系非常紧张，川普提名这个杜洛文掌美军的南方司令部。杜洛文是现任的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副司令，现在变成南方的司令部。那前一位呢？前一位这个才待了1年而已，在10月份突然宣布退休。他本人跟赫格塞斯呢都没有公开说明到底为什么提前卸任。被下台的原因是什么？好，那现在呢，包括了巴西跟阿根廷居然吵起来了。在南方的共识峰会上呢，巴西跟阿根廷总统为了委内瑞拉的问题而杠上。巴西总统鲁拉说对于委内瑞拉的进行武装干预将造成人道灾难，会树立危险的先例。那阿根廷呢，他挺美国他说美国欢迎阿根廷欢迎美国跟川普对解放委内瑞拉人民所施加的压力。那对于这个议题呢，畏首畏尾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直接呛，公开呛，看得出来非常挺美国。那问题是巴西你要知道，它牛肉在世界上从来没这么成功过，180亿，现在卖到哪里去呢？它一卖到了中国去因为它比2024年还成功增长了37%。那截至今年的11月，巴西对中国的牛肉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48%，达到了80亿美元，那约占巴西牛肉出口总额的一半。那巴西让对华出口激增了28.6%，诋毁了这个美国关税的影响。因为美国对于巴西的关税8月份开始实施。那附加关税呢可以高达50%，所以呢一来一往之间呢也抵消了这个损失。那川普人是不是脸皮真的蛮厚的？大家看一下，川普直接讲说，多亏了我不然美国就被中国毁了。他在演说当中呢直接吹嘘说，最近因为这个药品调降的协议有助于共和党保护了国会的控制权。
另外呢，自己通过对外国汽车的钢铁、家具征收了高额关税所以呢，现在推动了川普经济繁荣，此举呢挽救了被中国摧毁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具产业非常的有自信。那问题是，现在大法官怎么看川普呢？现在传说这个大法官不停将关税案呢可能会宣判说川普可能败诉几率偏高刚刚我们上一趴节目也谈到说，你看像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预计在本月底到1月上旬针对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合法性做出了关键判决。那随着大法官们普遍认为质疑的态度，外界预测败诉几率偏高。那现在川普呢还自摆乌龙让习近平成为2025年的赢家。这个是德国的商报报道，他说川普本来应该跟盟友联手对应中国逼近的这个工业霸权，但是他却对亚洲还有欧洲的伙伴施加经济威胁，所以呢，等于多次向中国让步，让习近平成为2025年的大赢家。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个拦截这艘从委内瑞拉到中国的这个邮轮，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呢？美国现在在这边不是海盗而已，他比海盗还狠，因为你海盗至少还怕一些国家政府的干预，他谁都不怕，谁敢对他怎么样？对，所以他比海盗狠多了。他现在就是你在我名单上的我也抓，你不在我名单上的我看你不顺眼我也抓，他就是这样子啊。那至于需要什么证据，需要什么理由吗？不需要，美国就是这样子啊。那他现在就是全面的在围堵委内瑞拉对外的出口，是他其实目的就是要逼马杜罗下台，他希望现在就是不断的压力施加到，就算你马杜罗自己不想下台，你的政府内部的人也会受不了逼你走，他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会无所不用其极。那至于说为什么突然之间又把南方司令部的这个司令撤换掉？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跟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有关，因为据说之前霍尔西好像多次就是对川普的一些指示并不是全盘买单，抗命，对，就是不赞成川普的某一些作为，所以他现在就换个听话的上去嘛。是，那这个司令换上去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要对委内瑞拉大动干戈了呢？我们就再看川普到底要去怎么结束这一场对这个马杜罗的极限施压。那现在当然在南美洲这边出现了分歧。你看，阿根廷跟巴西各执一词，巴西就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做事，委内瑞拉被美国这样欺负，那阿根廷就站在美国这边讲话。为什么？因为阿根廷现在正在争取美国的贷款，你知道吗？本来美国说要贷款200亿给他，但是后来美国的银行评估风险太高了，现在把它缩小，变成在50亿美元，看去做这个货币互换行动。因为阿根廷现在经济状况很糟糕嘛，是，所以就需要美国的这个贷款援助，所以有求于人啊。对，当然这个这个。米勒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很正常，各自为自己讲话。那巴西遭受美国关税的压制之后，他就转向把他的东西出到中国大陆去。那中国大陆也买单。实际上，中国大陆今年也是，不管是牛肉也好，大豆也好，都向巴西买了很多。是，所以相对来讲，当然也支撑住了巴西啊。那这双方也是互惠，因为你绕过美国之后，就发觉，其实我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非得向美国买不可，也不见得一定要卖得到美国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绕过美国的一个模式。那至于川普自吹自擂，他有一天不自吹自擂吗？他不是每天都在，也不是新闻啊。对，他每天都在做这些事啊，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反正他就是胡说八道嘛，反正讲了自己就很伟大。是，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关税的东西，如果真的被大法官判定他败诉的话，那他要怎么样去转？因为他之前已经讲过，就算败诉，他还是要继续征关税。是，那他到底要怎么去用？就要看他的幕僚能不能想出一个这个至少就是不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招数来去行使哦。那德国商报说，川普本来应该跟盟友携手合作。对，我们一般正常人都认为说，你要跟中国大陆打仗，你当然是应该联系欧洲啊、日韩啊，全面对中国大陆施压。你怎么会先去跟欧洲、跟日韩去征关税呢？这不是很奇怪？但是答案是什么？你知道？答案就是很简单，在川普的眼中，你们根本不是我的盟友，他根本没有把你当盟友。你没有注意到，川普不止一次讲过，这些家伙都在偷我的东西，包括台湾、包括日韩、包括欧洲，他都认为这些国家都在吸美国的血，是，所以他现在是要把这些吸美国血的一个一个清除掉。所以人家根本没有把你当盟友，他怎么会跟你并肩作战？这才是事情的根本原因。好，请教李教授。
对，因为这是美国扣押所谓这个邮轮啊，委内瑞拉应该是第2次，因为上次应该是12月10号扣押那个是30万吨级的超级邮轮，是，那现在是继续做。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啊，这个阿根廷跟巴西的总统啊，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峰会里面吵架，吵什么？委内瑞拉是一个议题，因为巴西的总统鲁拉基本上是说不要打。对会有很多不幸的伤亡，而且没有权利打，会有人道危机。可是我们也知道，鲁拉基本上他本来就是比较中间偏左，他跟川普比较没那么好，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近。是，那米雷基本上呢，就是阿根廷，很多人说阿根廷版的这个川普，跟川普是有点惺惺相惜。好，所以在这一地上吵架是不足为奇。那重点是很明白，就是过去2个月左右到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做的还就是采取极限施压了，战争边缘策略。那过去做了很多包括主要是在打击所谓的这毒枭的船、海上行动，还有各式各样的军演，每一次都是针对这个委内瑞拉。还有整体来看，其实从川普1.0就开始到现在，美国对于这委内瑞拉做了很多的从经济制裁、金融制裁，还有能源制裁领导者的一个资产冻结，还有外交的封锁等等。但有没有效？其实不容易有效，美国已经做到非常非常极致。那现在最后的这一步，就对美国来讲就比较关键，因为石油输出是委内瑞拉的命脉。对，早期它状况不错的时候它年收入大概1200亿美金，光靠石油出口。但经过这么多年来它被国际社会孤立，被美国封锁、制裁，还有一些内部的腐败。再加上它的石油提炼的这个设备老旧，所以目前为止它能够赚的钱每一年大概只有240亿美金，光靠石油出口。但是这240亿美金已经是整个委内瑞拉能够出口的90%以上，因为很多人说它就是所谓的荷兰病，穷的只剩石油。所以现在是抓住这个命脉，美国在勒住它这个能够赚钱的一个最主要的管道。那它大概现在每一天还能够向外运送110万桶，这里面很大部分买家是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目前有人估算说，以今年12月为主的话，中国大陆的石油进口的4%，因为它量很大，来自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在12月大概还能够出口，但每天80万桶，已经有所下降。所以这一步是美国最重要一步了，就是假设你连石油出口能够赚钱的机会都没有的话，有没有可能成功逼迫马杜罗下台？但是这还要时间的发酵，还有美中川普跟马杜罗2个人意志的较量。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会撑下去。好，请教舰长。我对这个海军嘛，就是看到这个海上这个降落这个东西，我特别有感。你很有感。我现在说一下，是很多人认为说封锁海上登船临检是很简单，我告诉你，那个事实上非常困难。川普1.0的时候，他曾经就叫做当时的国防部部长要封锁那个委内瑞拉。那这个国防部长是 Esper， 他写了一本书自传，叫做《一触即发》。在那本书大概521页还是220，对，221页到219页那附近左右，他跟川普怎么样对话，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封锁人家，他举了很多的困难，最后他没有封锁。那这一次呢，川普又说封锁，这些都不是了解真的在海上做封锁有多困难的人。是，所以他国防部长也说这样封锁。那我相信南方司令可能跟他讲，这军人出身他会知道他有他的困难。除了困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法不准你啊，那他们就是这样去做，结果他把它换掉了。那我告诉你，他困难在哪里？对，困难在哪里？第一，你们现在所有看到这些临检的船像刚刚老师也说过，上一艘是30万吨，你知道30万吨是多大？航母才10万吨，那是一个超级巨大的船，所以它很大，它动作很慢，它很稳，这个船可以靠上去。如果我要去临检，有2种方式，一个是小艇，如果不是这么大的船，你坐过去那个海浪龙颠过去，那小艇就有危险，对吧？尤其像台湾海峡这里晃得这么厉害，所以船吨位不够大是很困难的。第二个，你看那个直升机过去如果直升机要跟舰船做一个操控我告诉你有哪几个操控，就它要顶风。它要保持航向，保持航速。举个例子，现在你看到的画面，对不对？对。这个时候，如果邮轮紧急转向怎么办？右满舵，哗转过去，那等下重飞了，是不是？对。第二个，我加个速度给你撞上去，你的旋翼你怎么办？它要基本上是保持航向航速。第二个，就算你上去了，登了这个临检，如果在过程中你叫它停，它不停呢？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启明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启明哥好，大家好，我是何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跟日本的关系。为什么会讨论这个？主要是因为卢比欧在前2天他开了一个年终的这个记者会，那里面就有特别针对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特别再加上中国，然后卢比欧有表达一个态度，他特别强调是说会持续的跟美国跟日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他也要跟中国来保持一个合作。那日本的媒体就有相关的一些解读，他是说原本卢比欧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鹰派，特别是对中国的方面，他没有批评这个北京近年来最近对日本的一些施压的一些方式，那流露出他对于中国的一些顾虑。而另一方面呢，在高市早苗这边，访美这边也出现了一些时间差的一些考虑跟计划。日本内部就有一些声音是说，在川普访华之前，应该要进行所谓的高市早苗先去美国进行访问。但另外一派却是认为，如果高市访美成行，是否能够真正释放出这个美国跟日本团结的讯号，这其实还是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呢，日本最近的一些永和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论述，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些批评哦。这是一个传说，一个相关的一些流传的一些说法是说，多年来日本学界一直怀疑日美曾经就冲绳的核武的一个武器达成了一个秘密上的一些协议，如果出现了一个战争的一些情况，美国很可能可以自由的使用冲绳基地还有核武器的相关的一些装备。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这个官邸有这个不具名的人士有特别针对永和有一些论述又出来了，那在这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很明确的表达了，是打脸了日本，是说日本是竞核扩散的国家，这被认为是一种施压的一个动作，美国直接打脸日本。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呢，包括了长崎跟广岛的一些核灾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民众，也对于日本最近说可能要采取核武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发表一个相当不以为然的一些看法，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是说日本都没有汲取相关的一些教训。另外可以看到石破茂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提到，一旦日本拥有核武，将不得不退出所谓的这个不扩散条约，那不会对日本造成一个正面的影响。前面首相都有一个不同的意见。那看看这个日本的媒体人，他也有提到是说，永和的这个言论实在太可怕了，高市政权是非常非常的可笑，又可怕又可笑。那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他也表达了一些态度。他说，俄国是反对日本围绕永和可能性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讨论，各国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见。然后针对核武之外呢，日本最近跟中亚的国家也举行了一场高峰会邀请了5个国家，然后签订了所谓的东京宣言，5年要投资3兆日元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计划，而且发表了所谓的东京宣言，要务实的发展经济合作，5年大概3兆日元，也就是6000亿的台币的相关的一些计划。这是不是日本把手伸进了一些中亚？应该相关的一些解读在这个日本上面是要暗藏所谓的去中国化、去俄罗斯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治计算，要加码、要掠夺中亚的一些相关的资源，来增加日本的地缘的影响力。那除了在外交上面，日本有一些动作，其实日本国内有非常多的问题也要解决，这个就是米荒的一些问题日本的农业大臣有特别提到，针对米荒，他有一些意见，让这个农家是相当的不以为然。他是说，如果整个国家是处于供给过剩的状况，还要增产，就会导致米价暴跌。可是现在日本是出现米荒的，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应该要正确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目前的一个米荒造成了这个米价的翻倍？是不是要把这个米价拉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做法？而另一方面呢，日本呢对于自己的经贸呢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希望能够寻求一个解套的一个办法。可是日本，特别是大陆方面，看起来就是已读不回因为包括中日经协会的这个会晤，这个大陆方面的大使希望下个月要进行北京进行相关的一些访问，可是还是已读不回。我们请杨老师。其实，这位在官邸工作、来自于防卫省的联络官，他在跟媒体做
就是等于是吹风会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一个匿名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就直接讲，他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核子武器。其实他后面还有一段，但他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要去修改非核三原则很不容易，因为他评估日本国内的反抗，所以他认为要去加强跟美国之间的战略合阻，也就是美日安保对于日本的核子保护伞的承诺。所以这里面有3段，第一个是他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第二个是他觉得高市早苗在这段期间要去改非核三原则不容易，因为现在已经启动讨论会，在自民党内部要改不引进的这个原则，那基本上就是在引进核潜舰。那第3段就他认为应该要加强美日安保。第一点呢，他的观点其实就代表着日本的右翼，从官员到现在高市早苗的阁员，到整个自民党的保守议员，对于拥有核武这一个想法，现在已经是挡不住了。是，为什么呢？因为核武是终极保障。好，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对于美日安保的信任度开始下降了，因为中美之间进入到G2体制。你看看 Rubio 的记者会，当记者问到他最近的中日紧张关系你如何看，他居然是评说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中美要维持友好的互动关系，美日安保我们也要维持，所以中日之间我们都可以同时维持合作关系。其实日本看这个东西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在美日安保跟美中关系当中把它放在天平的同一两边，然后居然是一样的。日本人感受这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变化。美国优先G2体制，牺牲美日安保，核子保护伞没有这么的有效了。所以你要有最终的自我保护怎么办呢？就是核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中国的武力崛起对日本的安全威胁，因为害怕朝鲜、北韩的核武威胁。所以高市早苗有没有可能改变非核三原则？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是很难。这位就是防卫省的官员就讲都对，但是呢，就点出了一点，他们现在真的要去改这个方式，以及最终要用什么时候呢？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基本上是平时的时候，或者是和平时期，不太容易真的达成一步一步走向核武。但是以日本的技术能力，跟他目前在核原料的一些拥有，不管是像是布金字旁布匹的布，大概已经拥有47万吨，而日本的核电厂一年只需要3万吨，所以这么多的量，其实就已经在中国大陆提到原子能委员会去提出质疑。那同时，其他的这些技术，其实你要在几个月之内，也许半年之内制造核武器、核弹头是做得到的。那载具呢？载具你就要这段时间发展中程飞弹，1000公里到3000公里的。可是什么时候要去做这个核弹头？这个半年的时间，我认为日本就是等待台湾有事，就是台海战争的时候。所以倒过来后来想，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完全是个假议题。其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只是要去提醒是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而面对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美日安保现在又没有这么100%可信，美国现在不太会因为日本来去跟中国打核武战，这个对美国人而言很合理啊。所以呢，当台湾有事的时候，台海发生冲突、封锁的时候，就是日本走向发展核武器的时间点。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就是如此。当然，你真的走向那个时间点之后，全球可能对你的制裁，来自于朝鲜、俄罗斯、中国大陆对你的制裁，这个后果也是难以想象。所以，这个更不要说在经过日本的广岛、长崎的这个就是核灾之后，原子弹的这个轰炸之后，到目前为止，日本整个社会的和平主义还是主轴。所以讲这个话，其实现在媒体、反对党，以及这个在广岛、长崎的这些受灾的这个家属跟团体，去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就是反核团体，就已经开始整个集结。
因此反而倒过来，这一位官员讲的匿名的这段话，反而更加造成高市早苗政府要去修改非核三原则的困难度。尽管他只想要引进核潜舰，但大家都知道，那一定只是第一步。你一旦动了这个非核三原则，你大概后面你就可以后续的推，因为核潜舰一定显然不够，核潜舰不是真正的核武核主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有核子动力的潜舰，大概是可以跟韩国一样，跟澳洲一样来去肩负美军在第一岛链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所谓的核主。可是呢，它不是核武核主，所以一旦你松动了，下一步就是可能是发展、生产、拥有。那或者是呢？或者是这边提到的，让美国部署另外一条线，就让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程弹道飞弹以及核弹头。那这就是日本变成古巴。那这样一个做法呢，其实让日本更没有主动性，更没有自主性，反而落陷到中美之间的核武战争的这个冲突当中。这个对日本呢而言呢，并不是一个太好的选项。是，我们请李将军。我觉得日本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政府，有没有要拥有核武器，我可以区分为几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来讲的话，他有没有这个企图？第二个来讲的话，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三个来讲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如果想要拥有，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反弹跟压力？最后我们想说，如果他拥有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第一个，他有没有这种企图？很明显的，我认为他本来就是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政府，极右派的一个政府。他当然有极强烈的企图，想要拥有核武器，修改乌核三原则。我们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他日本这个首相官邸里面居然有人放话出来，就是已经开始在带风向了，想要修改乌核三原则。第二个来讲的话，他的防相这个小渊进次郎在19号的时候，他这个到日本在的横须贺的军港里面去参观美军在那边的一艘海狼级的核潜艇，而且在那边不但是参观，还了解内部的设施，最后还跟所有潜舰的官兵合照。这很明显的已经开始在这个启动了他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的第一步。我觉得说很明显的，他一定有这个企图。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他有没有机会能够拥有核子武器。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的第一个就像杨老师刚刚讲的，他是所有核不扩散国家里面唯一一个具有核后续处理能力的国家，也就是说它可以处理钚它可以处理钚这种核元素。那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国内所拥有的钚，它可以制造出几百颗的这种核子弹，这是可以，它能力可以做得到。而且我相信，以日本的科技来讲的话，它如果想要做，很快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得出来。虽然说它不太可能有核试爆，可是它经过电脑计算，极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二个来讲的话，美国事实上在日本，之前在冲绳这边，在将琉球交还给日本之前，美军在这个地方已经部署了所谓的这个有14个发射的基地，其中有3000多枚的导弹部署在这边，那时候就准备对抗苏联或者是中国已经部署在这边，所以他只要重新跟日本跟美国有这个启动这种原来的密约来讲的话，他当然就有这个能力可以拥有。第三个，我们看到他如果说要启动，现在来讲他所面临的压力，第一个当然是国外的压力。国外压力包括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现在讲这话很明显的是，就美国立场当然不希望你拥有，如果你拥有核武器来讲的话，会造成东亚地区的不平静，所以美国特别讲说是日本是一个无核原则的这种不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二个，中国在这方面来讲也已经讲出来，你是重新再走回邪路那中国一定坚决反对。俄罗斯那根本不用讲了。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日本官邸首相讲这话之后，他们自己日本本身的在野党也激烈反对，甚至要求这个官邸放话的这个官员必须要下台，辞职下台。那日本民间反弹也很大，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受过原子武器攻击的国家，他们很清楚核子武器的威力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日本民间会这种反弹呢？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在什么。所有现在包括到拥有核子武器，我们比较讲的大国，中国或俄罗斯，他们使用核子武器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他不会去攻击，不会用核武器去攻击
没有核子的国家哈，如果你没有核子武器，它是不会用核子武器去攻击你的。那日本美国来讲，跟俄罗斯大概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核报复的原则，它不会第一个时间使用。所以大家比较担心的，反而像朝鲜啦、或者是伊朗这些国家，它会不会就主动丢出来了？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我相信包括日本自己国内的反弹都这么大，国际的反弹都这么大，那他要走到这一步，我觉得高市早苗还有很大的路途要走，短时间之内我不认为他能够做得到。好，我们请何谦。是这个高市早苗政权，可以说是每一个月啊都来做一个大新闻啊。上个月他这个点起这个台湾有事跟日本有事的风波之后，那时候西方社会的反应不是很强烈，可能这个存亡危机时代，它有一些很技术性的探讨啊，什么时候用兵，这个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观感。认知不是很强，但是当他这一次放出这个日本想要永和的这样的一个放风之后，美国国务院马上说话了。除了刚刚启明哥谈到，美国国务院说日本是核不扩散跟核军备控制方面的国际领导者哦，你是重要的伙伴哦。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吃素吃了50-60年的人，忽然有一天说我想尝尝肉味，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就跳出来说，哎，你是一个素食运动的倡导者，我很珍惜你这个形象，你不要随便破坏，施压的目的就非常明显。第二句话，美国国务院还强调，就是说，美国为了保护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会继续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值得信赖而且现代化的核阻能力啊。那这就说美国说，你的安全我会来保护你，你不要自己 rock the boat， 你不要自己搞事情。那其实我想这一系列的折冲下来啊，那当然高市早苗他也知道，他的幕僚去对外放话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很多的反弹，但我猜他中间想要折冲之后想要落到的落点是哪里呢？他可能是要去公开的去冲撞日本从战后以来一直被奉为国策的所谓不制造、不拥有、也不引入核武器这3条非核三原则当中的最后一条，这个不引入。那其实大家刚刚也讲到了，美国跟这个日本啊，在这个处理冲绳返还问题时候有达成的密约，这个其实经过这几年美国档案的解密啊，都已经认证说，在1969年的时候，其实佐藤荣作当时的日本首相跟尼克森政府就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战争爆发，那美国还是可以把不管是核潜艇也好，或者是甚至携带有核武的潜艇或者是这个轰炸机重新部署到冲绳啊。那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想高市再去操作点这把火，其实就是希望他明年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过去的公开的秘密变成一个双方不再否认的一个默契。这其实就有点像当年这个6项保证，里根政府对台湾啊有这个，那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密约，但是台湾这边就一直去拱，然后希望把这个密约公开化，然后最后美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适当的时机把它明文化。那我想这可能是高市想要去援引美国的力量，然后去压倒日本国内对于非核三原则的这个强烈的历史的反弹的一个技巧。好，我们从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关系这一节，我们来讨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哦。这主要是这个大陆方面的一个将领，他有特别提到，目前中美关系进到所谓的新的阶段。这位杨毅呢，他是海军的将领，他有特别提到，美国呢遏制中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未变，不过呢，虽然未变，但有更注意所谓的成本上的一些控制，要控制成本，所以有一些传统的武力就进行了一些做了调整，包括未来，包括像是无人机或无人船都很可能加入这个护航的这个行列，效率会更高，而且也可以降低相关的一些成本。这是大陆方面的军事评论员都做出相关的一些论述哈。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现在也希望能够让 AI 来打空战，那是以这个 X62 Vista 的这个测试机来进行这个相关 AI 的自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决策哈，这个可以在作战方面达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效果，然后用电脑或是 AI 来进行判断。而另一方面，除了这个无人机之外呢，美国现在也想要用 AI 晶片来围堵大陆。现在川普想要组成一个所谓的科技部队，他特别招募了有1000名的AI 高手，这 AI 高手由这个美国科技部来进行相关一些部队的一些整合，要招募1000名的AI 专家。不过呢，想要组成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团队呢，本身川普自己对 AI 到底了不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呢，川普他向官员他下了一个军令，他要赢得6G 的竞赛。
可是到底什么是6G？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说6G 是用来干什么的？是可以把别人的皮肤看得更清楚吗？这是川普对于6G 的一些认识啊。那目前美国的一些科技学者、科技专家说，是不是川普把6G 误解成为这个荧幕的解析度是8K 之类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也凸显出川普对于所谓的6G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完全不了解，而且在进行乱说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大陆方面在 AI 产业上面的一些发展。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摩尔线程，它发表了包括华山跟庐山的这个晶片，目的就是要剑指辉达，要打造中国自主的运算能力。按照摩尔线程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这个已经是世界级的运算速度与能力，就是华山跟这个庐山的这个晶片。因此呢，未来呢，中国不需要再等待国外更先进的这些外国的一些产品，不会受限于外国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提供。那包括了黄仁勋也对于 AI 产业在美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隐忧哦。他说，如果把市场拱手让人，将会迫使对方发展更完整的自有技术，这可能明显的就是对准的是中国，那甚至会在特定领域会击败美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贝瑞它是这个大卖空的本尊，就这个很有名的一部电影，他则是认为呢，如果美国 AI 是发展押宝 NVIDIA 的晶片，肯定会输给中国大陆，最主要就是因为算力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电力哦，电力成本中国是远远的低于美国，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如果用 NVIDIA 的这个架构，一定会输给中国，这是他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大陆方面，机器人的产业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按照世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 ，AI 人工产业在2040年，它可以带动全球贸易增长将近40%。那我们来看看在大陆方面，它机器人的发展，从 AI 到机器人，我们来看宇树科技，它的机器人目前到底有多厉害？目前呢，它在这个宇树的机器人，它参加了王力宏的一个演唱会，它凭借着非常精准的节奏，还有对齐的技术哦，可以跟王力宏同步完成，有点像在打武术的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动作，再加上呢，用360度这个环形屏的加持之下，科技感十足，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舞台张力是完全的融合，这展现了 AI 在演出场景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应用。那这个画面是相当的精彩，甚至连马斯克都在现场都留言说这个让人家印象深刻，也有不少人也纷纷对于中国机器人的发展认为是发展的实在的太快了。我们请永明老师。各位，其实 AI 的产业大概2017年、18年的时候才开始出现，那个时候最先的时候就是 NVIDIA 的这个晶片，我们就看到一连串对于 AI 产业的这个投资，那大概其实分为3个层面啊，上游、中游、下游。现在上游我们基本上都在建构这些上游的基础设施，什么东西呢？晶片啊，然后呢算力、资料中心、能源。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大资本，然后呢大投资下去，所以黄仁勋的 NVIDIA 就在推，每个国家都应该要有一个主权的 AI，它换言之，每个国家都应该花钱在 AI 的这些设备，它才能够卖晶片嘛。然后呢，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它如果不卖，那不就失去很大的一块？可是目前这样子呢，大概看起来在晶片层面，美国是领先的，那可是呢，在算力的层面呢，这就很难讲了。然后呢，你到资料中心跟能源就很清楚，中国大陆领先。所以在基础面的上游层面，其实各自有各自的领先。不过美国领先的是在关键的晶片层面。那到了中间的就是大模型了，牵扯到了算力的创新，还有所谓的技术的竞争，甚至生态的平台。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目前正在大陆召开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与会的很多这个工会方面的这些成员呢，都在评论说，中国大陆大概在3到5年会在大模型、跟算力、算法跟技术层面呢会有突破。你现在看到，就是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千问，还有好多的这个层面呢，其实它已经都出来。第3个层面，这才是关键的，这才是美国现在质疑会不会 AI 泡沫化。也就是你应用层面是下游的层面，这就到了消费电子啊，到了企业服务啊，到了解决方案呢。那这些都要从一开始你的晶片到，尤其是你大模型，
而中国大陆采取的大模型是开源的方式，所以呢，很多不同的企业可以去依照，比如说 DeepSeek 千问，然后去调配你个别企业，比如说 Uber、Airbnb， 他们就用千问，而不是用 OpenAI， 然后呢去调配出来他们自己适合的企业的解决方案，用的这个 AI 的这个系统。这个时候到了应用层面，你才是关键的。今年2025年，整个 AI 的市值收入大概是3500亿，你说多不多？哦，3500亿，你光美国的一年的国防预算就1兆美元，而整个全球 AI 产业目前才收入多少？3500亿，在中国大陆多少？大概1500亿，就将近超过1/3在中国大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目前这样的情况，未来的这个应用一定会更多。在机器人也好，在无人驾驶也好，在医院、在企业、在教育各个层面，所以它未来3500亿会不会更加的增加？一定到达5000甚至更多1兆。我们大概现在的估计，到了2030年 ，AI 产业的市值会来到1兆美元。1兆美元，1兆美元多吗？我再跟各位比较一下，2030年全世界的军工国防预算3兆美元，今年就已经2兆5千亿了。所以你如果跟军工产业比起来 ，AI 还是个 baby， 可是呢，它代表的未来，那这也代表着中美之间的科技 AI 的竞争。所以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那在上游跟中游，其实中美各自有优势。各自有优势，但是在下游层面呢，美国的企业应用比较多，企业应用比较多，但中国呢，在就是它自己本身的市场的规模，在它自己的终端的这些使用，以及当然在它本身应用这政策下来使用中国的这个做法也比较多。可是你看到它使用开源的方式，反而让越来越多国际的企业使用中国的模型。因此，你看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我倒觉得所谓的 AI 泡沫化应该不是这2-3年会出现的。但是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也许在未来的2-3年，你就越来越清楚会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差异，尤其是在晶片的层面。我们刚刚讲到最关键，中国大陆的晶片层面，如果能够有效的做突破，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层面，因为它不需要做到2纳米那么精密，所以呢，它可以用这个交叠的方式，用这种晶片加核的方式，然后叠级的方式，然后呢来去达到就是 NVIDIA 的这个效力。所以当川普说NVIDIA 的 H200可以卖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都知道，这有一点像饮鸩止渴你不可以太过于依赖 NVIDIA 的，必须还是要自己的晶片自己发展出来的战力，然后呢才够有足够的 AI 的竞争力。好，我们请将军。其实川普讲的他不知道6G 什么，我现在我教他。其实我相信电视机前面很多观众，到我们这种年纪，很多人也搞不清楚什么1G、2G、3G、4G。我想说，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因为复杂的东西要简单化来说，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1G？我跟你讲，很简单讲，就是我年轻人那个时代打电话只能传声音，那叫1G2G 什么？2G 就是我开始可以传文字那个时候我们都走过那个时代嘛，传文字你可以把它简称为2G。3G 是传什么呢？3G 就可以传相片4G 是什么？4G 是传一片短影音5G 以上就可以传电影，6G 那是一次可以传100部电影给你大概用这种比喻，大家就可以了解。那如果说我用这个道路来讲的话，譬如说是3G 时代，你可以当做一般的这种公路就是一般的公路只能走一部简单的小货车载一辆小货车。那现在来讲，我们讲5G 大概什么？我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高速公路，大概是4线道的高速公路可以走大货车，可以同时运很多货，速度可以很快。那6G 未来6G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大概是10条高速铁路，那速度更快的磁浮列车的高速公路一辆列车里面可以带好多东西，而且10辆同时开，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大概用这种概念来讲，这个6G 时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那将来它可以传的速度可以更快，甚至于有没有像这个立体的？我在想象中，未来到6G 时代，是不是一部立体的电影很快就可以传输到你的手机上面？那因为它的
这个里面的数位的东西太多了哈，那但是它可以同时立刻可以传给你，而且是没有时间差传给你。这个大概我是对6G 的了解哈，也提供给电视机前面观众参考。那我想说，中国来讲的话，当然不可讳言哈，美国现在它小院高墙，这个 NVIDIA 它的这种 AI 的晶片还是趋于领先的地位。我们从 DeepSeek 最近这一次的这个大数据，它的演算的新的这种演算的这种模式来讲的话，它面临没有成功。那代表说，它还是需要美国 NVIDIA 的晶片哈。它如果说光靠自己这个华为的晶片来讲的话，是失败的，所以它有需要新的晶片。可是这次中国很奇怪哈，这个美国答应给他 H200晶片，他说我不要哦，他说你我不要，为什么呢？可见中国下定决心，他要断奶，我自己要研发。那目前来讲的话，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讲摩尔线程，它第一天上市的时候，它的股票就飙升多少？飙升425%，那么多哈，代表说民众都看好它，因为它中国大陆会用整个国家力量来扶持自己的这种晶片设计，包括这个摩尔线程，他说他目前做出来这2款的晶片，其实你要了解，它从 IP 设计哈，一直到晶圆生产，到最后到这个测试封装，都是在国内独立完成的，所以它有这个能力。虽然现在做出来，它可能算力来讲跟美国的 NVIDIA 来讲还有一段差距，但是你要知道，它假以时日，它一定有一朝一日它可以赶出来。最重要，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嘛？我想有这个决心来讲的话，一定可以做得到。除了说是摩尔线程之外，我们知道现在号称中国的晶片三雄 ，AI 三雄有哪几个？还有寒武纪，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木犀集成的，就这3家，木犀集成比这个还更厉害。它第一天上市股票就飙升了693%这么多，将近700倍的3%的这种倍数了。所以我相信说，在中国人民一定都看好这些。那在中国国家力量的扶持之下，我觉得它可以断奶成功，将来它这个 AI 晶片有机会自己能够独立生产。好，我们请何谦。是大陆产业界这2年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加强大。那我想这句话，台湾比较少听到了，但是我想在大陆的各行各业特别是从2018年年底这个孟晚舟事件以来，华为整个被美国这样针对，然后禁运，然后这个列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打击对象以来，我想中国大陆的科技业不管它是做通信的、做资光电的，还是做这个像做 AI、做 GPU 的，它都感受到了对于美国的依赖呢是不可持续的，那些会被卡脖子的东西，你唯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冲过去啊。那所以刚刚将军也说到了，这个摩尔线程上市之后，确实这个一度我看12月中的时候，它股价飙到900多，一度成为这个大陆的这个股市里面，除了这个茅台跟寒武纪之外，第3高的这个股价。那么现在这里先回归理性，慢慢回到600多。但是我看它的人员构成很有意思啊，这个摩尔线程的创始人其实原本就是来自 NVIDIA， 就是 NVIDIA 的这个全球副总裁跟大中华区的总经理，然后一系列的联合创始人都是也是出自辉达。那刚刚也讲到木犀就是说也是上礼拜上市的，礼拜3上市的。木犀呢，它作为这个第2股 GPU 的第2支上市的股票，它的大部分团队原本来自 AMD 来自美超微，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法律是死的，公司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人总是会在各种地缘板块的夹缝的当中去做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那大陆的公民跟大陆的团队，他如果受制于美国法令的限制，他没有办法为美国公司来效劳的之后，他的一种可能的选项就是说，那他干脆回归本土然后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由政府引领的一些投资资源跟引导的机制来结合，然后去做所谓国产算力可控、自主可控的这个叙事。因为中国大陆它这个目前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2023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国产芯片的使用率呢大概只有13%，它是目前行业里面预测到2027年大概要提升到55%，要过半。那包括像阿里啊、腾讯啊，甚至小米啊、百度啊这些巨头，他们也都在布局 AI 的这个人工的应用。那它当然必须要有可控的晶片的来源，不能说我采购的这个 AI 晶片的对象，结果今天是软件被禁，明天是专利被禁，后天连原材料都进不了口。那这些这个中下游的这些巨头，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布局啊。那所以我们讲这个 AI， 最后我想简单的来讲，如果说分成3块。第1块是前沿发展，第2块是个人消费，第3块是工业生产应用。那我想，当然美国因为它的这个科研能力跟它聚合全球性人才的实力还有它的这个对于 startup 对于这个初创团业的这个融资的鼓励机制呢，它可能在前沿突破上它有很强的信心。但是在另外呢，个人消费市场
跟这个城市基础建设，然后包括我们讲的大规模的这个互联网联汽车，包括自动驾驶跟新能源汽车这个结合，然后以及到最后这个各种工业生产的这个 AI 化跟无人化。那我想这一部分呢，大陆是有它充分的规模效应跟它的它自己的这个消费场景的实力。那所以这个仗方兴未艾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会非常精彩。未来10年可能政治啊或什么都没有这些技术能量所带来的变化来得快。